大家好，我是阿普，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这个闲鱼去卖货赚钱，好吧？那咱们讲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创业 VIP 内群里面有很多的学员呢做这个闲鱼项目的，其中的话呢，有一个刚入群不久的学员也才操作了1个月的样子那么作为一个副业的收入已经有3-4千块钱了。其实呢，刚起步能够做成这样还算是不错的那么目前呢，很多粉丝朋友也在了解闲鱼这个项目，想要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去赚钱。其实呢，咱们需要学会一定的套路那么只要学会其中的一些窍门、一些套路，哪怕是1个月过万的话也是不难的。那么阿普老师今天的话呢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闲鱼这个平台赚钱方面需要了解的一些套路。首先第一课那就是商品呢需要有套路。那么很多人呢这个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呢，就感觉到有点疑惑那么商品要怎么样才有套路呢？其实的话呢，商品的问题就是选品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想卖产品赚钱，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要卖什么产品因为商品选不好的话呢，直接会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交易难度。像这个平台的话呢，它是一个二手交易平台越来越多的商家喜欢在这个平台卖货，而不在其他电商平台上开店。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如果呢在其他平台开店的话，首先我们要考虑很多问题，比方说资金问题比方说货源问题。而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呢去发布产品呢，不但咱们不需要去特地的去做一些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运营，而且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押金卖出去呢就是你所得到的一个钱。那么在这之前阿普老师呢也跟大家说过，选品的时候首先一定要避开行业的大佬，其次的话呢就是要积累经验。想必大家呢应该知道，在这个平台上面呢，电子产品的销量呢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卖这类东西的用户也比较多。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如果是新手去做的话，那么就要尽量的去避开这个行业。因为什么狼多肉少，你很难从那些已经稳定盈利的行业大佬的嘴中去抢到肉。那么要做呢，咱们就尽量去选择一些更加细分的领域，这样的话呢，大佬他也看不上，对吧？而且呢也不屑于去做，竞争就小了，我们才能够更加容易呢做出成绩。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商品呢要有套路。第二个呢，那就是文案有套路。谁对这个文案最有发言权呢？那么阿普老师呢认为段子手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其实呢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出彩的文案都是根据网络的段子呢去改编过来的。你不知道是因为你看的太少了比方说什么前女友送的离婚了分手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文案呢都是非常的震撼，而且呢吸引眼球，对吧？那么像咱们讲在某鱼这个平台上面，阿普老师看到有这么一款产品卖120块钱现在呢就是说原价是120现在只卖1分钱在我看到的它的一个文案里面呢写着网红锁骨项链送女友闺蜜生日礼物，最后呢还来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前男友送的。那这个商品的浏览量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快有1000次了，那么有100多个人想要那么阿普老师呢看了一下下面的一个评论和留言，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便宜就卖了。不过呢商家说的是不包邮需要20块钱邮费才可以那么也许呢有点经验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哪是转卖什么东西分明就是一个卖项链的嘛，对不对？说什么前男友送的全是套路那如果说你去某宝上面搜一下同款的项链，你会发现有100多块钱的也有几块钱的，而它呢标价1分钱，但是要买家付20块钱的一个邮费。另外的话呢，在这个某88这样一个批发的网站上面呢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商品，
差不到哪去啊。那么就像呢有这么样一个批发价3块到3块2毛的要这么算的话呢那么一条这个吊坠的话呢就能够净赚17块钱了，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他会利用文案来吸引人，比方说卖衣服的呢就说什么前女友送的，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自己也不穿了买一些什么大型的物件的比方说什么空气净化器对不对包括保温杯被子等等等等，就是说呢是在某个地方中奖得到的没有用过100%的一个正品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对于很多男性来讲游戏呢是戒不掉的呀，所以说有一些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卖游戏装备的文案里面就会写着老婆不让玩忍痛割爱卖掉自己的游戏装备，对不对？在这里呢阿普老师并不是让大家呢把所有的文案都写成这样的一些类似的，只是呢我们的文案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思路一个套路要能够吸引住人，博得大家的眼球。那么具体的文案呢要根据商品来定，而且呢也要注意适度，如果说太过于夸张，那么别人呢连你的文案都不相信，肯定呢对你的产品也不会有任何兴趣，对吧？这是第2点。第3点的话呢就是商家有套路。那么想要成为一个销售很好的商家，那我们在跟这个客户呢沟通的时候呢也要有一定的套路除了说了解客户的一个需求和心理之外，那么还要尽可能的去减少自己的损失，降低风险。我们知道在这个某鱼这个平台上面去卖货的话呢，一般来讲那么收货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这样对于商家来讲的话是比较不友好的，很容易碰到试货党。那什么叫做试货党呢？因为在闲鱼这个平台上面收货时间相对较长，所以一些不良的买家就会在买到商品之后呢去试用几天，然后再退货给这个卖家，说商品不好或者是别的原因呢把商品给他退回去，而且呢还不费就是说这个不付这个邮费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在交易之前就跟买家协商好，比如说不退不换，而且呢如果说买家呢能够接受在签收之后不以任何的理由受理退货，那么买的时候呢还能够便宜一点且包邮。那么买家不同意的话呢就要自己承担邮费，而且的话呢按照原价去购买商品，那这样的一个承诺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也是为了保证这样一个卖家的合法权益可以尽量去避免很多试货党的一个侥幸的心理。那咱们说目前的话呢，像闲鱼这个平台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规则和限制想做这个平台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去多了解任何平台都有自己的特性优点缺点，我们只要利用好它的这样一些特性然后呢去做好风险的规避和优点的一个发挥，咱们就可以很好的在平台上面赚到钱。其实呢关于这个闲鱼的项目还是有比较好的操作的，那么选对了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就可以轻松的赚到钱。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呢咱们就讲到这儿了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照例咱们还是要去说一些这个思维启发的一些话咱们说万事呢开头难，对不对？那么只要迈出了第一步，那么越往后只会越轻松。其实赚钱呢就是这样，那么当你没有找到赚钱窍门的时候，不懂赚钱小道道的一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会感觉一切都非常的艰难和神秘。但是呢当你把该做的事情都给它做了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往后赚钱呢会越容易，而且呢赚大钱比赚小钱更加容易，甚至呢想不赚钱都难。其实在互联网上呢赚钱掌握了门道是很容易的事情，涨粉也一样，尤其呢是在一些这个主流而且是高权重的一些平台，那么财富就在那里等着大家去捡。但是很多人呢只是每天拿他们来做一个娱乐或者是无休止的学习。讲句实在话这个世界上呢还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咱们国家现在这样充斥着各种的机遇，门槛也不高。
这是好消息。但是呢，坏消息是这种状况它不会永远持续，早上车早占座有时晚一天，可能呢就意味着晚一个时代不要觉得阿普老师呢在扯淡，好吧，这都是事实。那么很多人呢都觉得赚钱或者说赚大钱必须得懂很多东西，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懂得越多你就越牛逼那么像阿普老师呢接触过很多大佬，其实的话呢真不一定有正在听阿普老师音频节目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懂得多但是的话呢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能够把常人认为很简单很不屑的一些招数呢用得非常的精。千招会不如一招精像这个乔峰对吧，一招降龙十八掌走天下，那你也只需要呢练透自己的一招，就足以在当下这个时代衣食无忧。那么好了这期节目分享到这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或者不甘现状的朋友可以关注阿普老师的某中号某代表公在这个某信或者是百度里面搜索阿普说创业5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同时欢迎大家来给阿普老师呢私信留言，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和粉丝朋友互动帮助大家解答疑惑，提升赚钱的能力和格局那么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